很多新手开车啊，由于没有经验，也没有车感，无论是在倒车还是转弯时，都判断不好咱车身与障碍物的一个距离，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说发生这样的剐蹭。像这种情况啊，遇到窄路，一磕一个不吱声，可能啊会说发生更严重的剐蹭。其实你想要避免，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开车顺口溜，也就是转弯看 A 柱，出库看 B 柱，倒车看 C 柱。这些开车技巧都是暴弟开车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。今天暴弟啊，就来现场分享给大家，这是你在驾校里边学不到的技巧。首先第一个，转弯看 A 柱。当咱们开车需要转弯的时候，前方有一面墙，咱们只需要观察前挡风玻璃和 A 柱这个夹角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。当 A 柱夹角和前方墙面的接地缝重合时，就像这种情况啊，咱们从左侧 A 柱夹角只能看到前方墙面的根部时，此时就停车。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车辆距离前方马路牙子大概2.5米左右，这个时候咱们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盘，不会剐蹭到前方的墙面。咱来实验一下。好，咱可以看到啊，已经安全的拐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和前方墙面发生剐蹭。咱看一下车外视角，一样非常安全的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马路牙子也一样，当需要转弯时，我们 A 柱的夹角和前面马路牙子的下边缘重合时，此时方向盘打满，一样可以安全的拐出去，不会发生剐蹭。第二，出库看 B 柱。当你开车遇到这种倒车入库需要出库时，并且两边都停有车辆，咱们如何安全的出库呢？很简单，咱们先直着往前开，随后盯着 B 柱。当车辆的 B 柱越过旁边车辆的车头或者说车尾时，咱们此时再把方向盘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，这样就不会剐蹭到旁边的车辆。遇到直角转弯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当咱们的车辆 B 柱越过了旁边的障碍物或者说墙面，咱们一把方向也可以拐过去，不用担心会发生剐蹭。那如果说是在地下车库停车，遇到旁边有柱子，咱们一样可以用到这个方法，先往前开，当 B 柱越过柱子再打方向，就可以安全的通过。咱们可以利用这个点位举一反三一下，看看生活中还有哪些场景能够用到。第三，倒车看 C 柱。当你倒车的时候，注意观察车辆的 C 柱，只要 C 柱越过旁边的障碍物以后，那么此时两者就在一条直线上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再打方向，车尾就不会剐蹭到旁边的障碍物了。第四，当车尾朝外出库时，只要 A 柱过了旁边的车子再打满方向，车头也不会剐蹭到旁边的车辆。第五，窄路回车的时候，只要旁车大灯在咱们左侧 A 柱夹角能够完整的看到，那么咱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。右侧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大家此时来看一下啊，左右两侧的车辆同时都可以在左右侧 A 柱完整的看到，咱们往前走的话左右两侧都很安全。最后暴弟提醒大家一下，为啥咱的 A 柱 B 柱能给咱们当点位去使用呢？正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固定的实物，它们的位置不会变，所以呢咱开车的时候它一样会给咱形成视野盲区。下面暴弟回到车上给大家说一下 A 柱 B 柱给大家所带来的一个盲区，咱了解过这个盲区以后，开车会更加的安全。好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比如说咱们需要左右转弯的时候，特别是左转弯的时候啊，左侧 A 柱距离咱们比较近，形成的视野盲区就会更大，所以咱需要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左右侧身观察一下 A 柱后方的情况。大家看一下，防止咱 A 柱盲区内有人或者说有障碍物。就像这种情况，如果说咱没有观察到，咱直接在车尾上，大家看一下，直接左转弯是不是就会和盲区后方的行人发生事故呢？所以无论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，都要观察咱们这个 A 柱的情况。还有呢，就咱车辆 B 柱的一个盲区了。很多老铁呢准备向左或者说向右转弯的时候啊，咱不能只知道观察咱的后视镜，咱还要看一下咱左右两侧 B 柱的盲区。咱看一下啊，就以目前这种情况来看，咱如果说准备向右侧去变道，观察完右侧后视镜以后，发现右侧后视镜后方没有车，对不对？咱直接向右变道，那肯定会发生剐蹭。咱接下来来看一下右侧 B 柱的位置，大家看一下右侧 B 柱位置是不是有一辆车的车头在咱 B 柱的位置呢？而咱在后视镜中根本看不到这辆车的车头，这就是咱右侧 B 柱的一个盲区，也是咱后视镜的一个盲区。所以咱想要变道时，不仅要观察变道方向的后视镜，更要侧身扭头观察一下 B 柱方向的位置，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以上暴弟分享的这几点你都学会了吗？只要你懂得其中的原理，并且多加练习，迟早有一天你也是老司机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感谢你的观看。